我喜欢长姐的意中人，后来她失明毁容，父亲让我替长姐嫁给他，但直到我死，他都没有忘记长姐。再后来，我重生在那年的新婚之夜，他颤抖着手揭开我的盖头，就好像上辈子没有杀我一样。我被毒死在赵银爵登基的第10天，满宫都在传他要立长姐为新后。我扶着已经8个月大的肚子，还没来得及想自己这个无名无分住在长秋宫的原配该怎么办，就被他毒死了。死前听见的最后一句话是：宫人问赵银爵保大还是保小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他沉默道：保小。但那个孩子也没有保住。死后，我的魂魄飘荡在皇城上方，在紫前殿里，我见到了长姐。原来她一直被赵银爵藏在自己的寝宫。赵银爵坐在榻上，神情流露出的那丝悲痛，着实让我觉得讽刺。一旁的长姐轻抚着他的胸口，细声宽慰，慢慢靠到了他怀里。殿外月朗星疏，殿内一片春色。我浑身发冷，恨到神魂欲裂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嫁给他的新婚之夜，满是红色，却没有一分喜气。屋外的下人们毫不避讳地议论我，殷家真是不要脸，居然用个庶女来搪塞侯爷。而且听说那庶女无才无貌，若不是赵银爵在战场上遭人暗算，失明毁容，哪里轮得到我一个庶女嫁给他？陛下为他赐婚，人人都默认婚约里的殷家之女是殷家大小姐，长安第一美人。但父亲疼爱姐姐，不舍得她嫁给废人，宁愿被非议也要让我顶了这桩婚事。上辈子的新婚之夜，我甚至连赵银爵的面都没有见到。我伸手想扯下盖头，却被青柳阻止。青柳是父亲为姐姐自小准备的陪嫁侍女之一，我嫁来赵家，父亲便将她给了我。他凡事最讲规矩，夫人，喜怕要等侯爷来了才能接。我刚想说他不会来，门却被人打开。那个我恨极了的人竟站在门外。赵银爵喉咙同样受了伤，嗓音嘶哑：你们都退下。是。偌大的喜房只剩我们2人和摇曳的烛花。我不自觉地攥紧手心，喜怕猝不及防地被他挑了下来。我下意识抬头，刚好与他对视。烛光下，他的眼睛明亮有神，似与常人无异。定睛细看，便能发现他的眼神仍是涣散的。上辈子，赵银爵的眼睛是在我们成婚1年后，才被慈恩寺方丈治好。方丈不许旁人打扰，他一人在寺里待了3个月。但其实我偷偷去过，那是我第一次撞见他和长姐私会。长姐一身素衣，正在煮茶，时不时地和他说上几句话。我听不清，但赵银爵听得认真，眉眼间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情。即使我们已经做过男女间最亲密的事，他也不曾用那样的眼神看我。我怔怔地藏在小院外，站了好久，直到长姐要离开，我才如梦初醒。快出院门时，他忽然转头，语气涩然：燕山，你是我的妹夫，往后初1、15不必再给我送信笺。话音一落，我脸色煞白。赵银爵去慈恩寺的前一晚，我大着胆子给他灌酒，毫无章法地主动亲他。我能感觉到他的气息渐渐乱了。情到浓时，我求他，但他发了狠，不准我叫他的名字，喊我燕山。我那时不懂燕山2字从哪来的，也昏了脑袋，顾不上想，一遍又一遍喊，高高低低的带着哭腔喊。原来他是把我当成长姐吗？我慌不择路，险些从山上摔下去。幸好青柳及时扶住我，他跪在我面前，说他不该瞒我，说长姐和赵银爵早就私定终身。长姐那个宝贝的紧的紫檀小帘，里面装的都是赵银爵亲笔写的信笺。他问我怎么办，我声音发颤：别让人知道，我来过。青柳又问：那孩子呢？我抚了抚还未显怀的小腹，来时的一腔欢喜全都散了。想到那个孩子，我缓缓看向赵银爵的眉眼。他在战场上被毁了脸，现下戴着黄金面具。原本他是生得极好的，剑眉星目，俊秀非凡，17岁枪指江北，是天下闻名的玉面将军。数年前，他站在墙头，遥遥朝我递来花枝，惊鸿一瞥，再不能忘。但这样一个人，亲手杀了我和那孩子。我低下头，好掩饰眼里的恨意。赵银爵却突然转过身，徒留一个背影对我。
我身体不适，今晚去书房歇息。是。我始终低眉敛目，不曾注意到他握着盲杖的手因过于用力骨节泛白，一直都在颤抖。赵银觉走后，我对镜卸起钗环。我的长相随了姨娘，妖艳有余，端庄不足，不是时下追捧的清丽婉约之姿。知道赵银觉心悦长姐后，我便也学着往淡雅打扮，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。我用手指匀了点胭脂，涂在镜面里自己的嘴角，红得像那日毒发时我呕出的血。我轻声告诉自己，可别忘啊。清晨，清流领着几个婢女伺候我梳洗，都是上辈子没见过的生面孔。我将清柳单独留下来，今日的婢女瞧着眼生，似乎不是昨晚那些。清柳道，昨晚侯爷一出房门，就嘱咐陈总管发卖了不少咱们院里的人，今早都是新来的。他一脸的欲言又止。你想说什么？清柳直直跪了下来，神情惶恐。府里有人说，侯爷不满意夫人，要杀鸡儆猴。我定定地看着他头顶的发旋。我一直以为清柳是真为我好，毕竟他真心实意地担忧着我和赵银觉的关系。但若是他一早就对他和长姐的事一清二楚，那些担忧便像是一场笑话。沉默许久后，我笑了，无事，你起来吧。赵家在北疆积威甚广，当今陛下昏聩无能，早就忌惮赵家。父亲固然疼爱姐姐，但将庶女嫁来赵家，同样是为迎合陛下刻意打压赵银觉的心思。不过赵银觉可不是世人眼里只剩半条命的废人。夫妻一场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是怎样的恶虎。因为心里藏了事，用早膳时我吃得很少。赵银觉赋闲在家，与我一同用膳。他突然停住，沉声道，是不合胃口吗？我心下狐疑。上辈子刚成亲那几日，他人前人后均视我如无物，今天竟关心起我用了多少膳，着实可疑。但我面上露着笑，盛夏酷热，故而胃口差了些，可是影响侯爷用膳了。沉默了会，他道，无妨。直到赵银觉起身离开，我才发现他今日竟像是刻意打扮过。一身金丝滚边的玄色暗花袍，腰封嵌着朱红色的玉石，挂了块铜色的并蒂碧玺佩。虽然依旧是黄金面具，但细看纹路雕刻却与昨晚不同。我再看一眼那玉佩，豁然开朗。花开并蒂，缘结同心。今日是初一，原来他是要出府给长姐送信笺，难怪向我献了句殷勤。我不禁泛起恶心，清柳，把吃的都撤了吧。他犹豫道，这些您都没用几口，要不奴婢去小厨房看看，有合您口味的再端过来。我可有可无地点了头。天气闷热，回房后，我在贵妃榻上靠着冰剑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可能是吃得太少，身体饿，迷迷糊糊做起些关于吃食的梦。当时也是刚成亲，我未能嫁给心上人，欣喜不已，一心扑在赵银觉身上。我以为他冷待我是因为心内郁结，于是日日翻看古籍，想帮他重见光明。然后真被我找出一个古方，那方子稀奇之处在于，要正午最热时连夜根部的一滴汁液做药引，749日，1日不能断，并且还得要至亲之人亲手取。赵银觉已没有血缘亲人，只有我这个发妻。从此每日午时，我都顶着烈日来到莲花池边，热到喘不上气，浑身黏腻，仍觉得开心。但有日我刚走到池边，突然昏了过去。醒来后，久久未露面的赵银觉正坐在我窗前。他声音平平地道，太医说你气血双亏，脾虚胃寒，平日要多进些食。我不禁闹了个红脸。本朝以纤瘦为美，我身形较为丰腴，一向有意控制食量，日子久了，胃口便不太好。赵银觉又道，我听说了古方的事，这些多是后人杜撰，你不必再折腾。了清大师明年回长安，我会请他为我医治。了清大师是姓林圣手，只是行踪难定，赵银觉这样说，便是有了把握。我满心欢喜，那便好。赵银觉没再说什么，只让我安心休息。我只顾欢喜，没留意他那时看我的眼神掺杂太多情绪。等赵银觉走了，我才知道自己已经昏睡了3天，而他一直都在守着我。那日之后，赵银觉待我不再那般不假辞色。他不知从哪牵来10几只母羊，养在后院，早晚各给我送一碗羊乳。
我吃惯了，竟觉得羊乳味道不错。他看我喜欢，还和我说起西北的炙羊肉，说那才是真正的唇齿留香。赵银爵少年将军，走遍四海河山，而我只是个困于内宅的妇人。但在他的描绘里，我见过了大漠孤烟、江南烟柳，听过了月明狼嚎、春时路幽。他失明那段时日是我们关系最好的时候，以至于即使撞破他和长姐的事，我仍心存侥幸，希望和他好好谈谈。但命运没有给我这个机会。西北党项族蠢蠢欲动，朝中无将可用。赵银爵伤好的消息刚从慈恩寺传出，陛下便命他领兵出征。我赶到城门，才终于和他见上一面。在夕光中，赵银爵骑着一匹高头骏马，银甲战战，迎风而立。原先暗淡的双眼，如今锐利逼人。当他抬眼看向我，我先前满腔的纠结痛苦，都变成希望他平安。话在我嘴边绕了一圈又一圈，最后只干巴巴地道：平安回来。站起已动，他依然定定地望着我。我又说了遍：平安回来。他蓦地一笑：好。顿了顿，回来时我会带上西北最好的羊，为你做炙羊肉。等到尘土漫天，出征的人影已看不清，我才流着泪说：好。后来赵银爵大胜，陛下想卸磨杀驴，赵家在西北举起反旗，一呼百应。等急报传回长安，我早已被赵银爵的心腹连夜送出城。黄泉更替，血流成河，我日日悬心，终于在大局已定后再见到他。但赵银爵却盯着我早已显怀的肚子，眼神晦暗。我的心一下凉了。直到死，宫里都在传我不贞，怀的是孽种。可在梦里，回长安的赵银爵手里捧着一碟子炙羊肉，献宝似的给我：快尝尝，我在西北学了好久。骗子！睁开眼，清流已经回来。见我醒了，他揭开冰鉴，里面摆着个小盅。这是时下流行的冰碗，将冰细细碾碎，浇上牛乳，再加各色干果、时令水果拌在一起，清凉解暑。一觉睡醒，我来了胃口，便伸手接过，但刚尝一口，我就顿住了。青柳忙问：夫人，可是味道不好？我轻轻搅了搅手里的冰碗，只是觉得和家中吃的不大一样。他笑道：是啊，奴婢也第一次见冰碗里放羊乳。回门那日，我再次见到赵银爵，本以为他不去，没想到掀开车帘，他已经坐在车内，依旧打扮过，头戴连形玉冠，一身石青竹文客丝袍。醉翁之意不在酒。我静静寻了角落坐下，余光窥见赵银爵不断抹撒着盲杖的课文部分。他开口道：了卿大师已云游归来，过几日我会去慈恩寺请他为我看诊。又一次和前世不同。我蓦地抬头，赵银爵端坐着，面具下的一双眼黯然无光，什么都看不出。到阴府，他先下马车，破天荒地朝车内伸出手。当着众人面，我按捺住起伏的心绪，将手放在他的掌心。我心中冷笑，如此做戏，也不怕长姐不快。但出乎我意料的是，长姐竟然不在府里。父亲说，他前几日就去了慈恩寺，如素斋戒，听诵佛法。慈恩寺，长姐向来心善，不知这次要去多久呢？父亲捻须道：3个月罢了。赵银爵同样从了卿大师那得到3月之期。果然，不管发生什么变化，他们依然会纠缠到一起。我摁了摁眉头，羊乳的事，小厨房怎么说的？青柳道：月前有支商队途经长安，宣扬起羊乳的好处，除了咱们侯府，不少人家都在他们那买了羊。我吃不惯那个，告诉他们往后不要送。是，夫人。其实我也想过去做圣上的刀，以新婚妻子的身份指认赵银爵谋逆。陛下苦赵家久矣，即使没有证据，也会杀赵银爵。但赵家世代忠良，赵银爵虽然负我害我，我却不能令阴魂蒙冤。我得找一把自己的刀。没想到，很快我便找到了。青柳劝我去慈恩寺，夫人，寺庙里衣食短缺，不如家里，您要不要为侯爷准备些东西送去？不必。我头也不抬地拒绝。他又劝，您与侯爷新婚燕尔，若是不去看望，怕是会有人嚼闲话。我这次认真地看向青柳，他脸上满是为我好的坚定。上一世的他也是这样，
苦口婆心地劝我去慈恩寺。我想着了清大师不许人打扰，心中犹豫。但他说，我若将孩子的事告诉赵银觉，他定然欢喜，了清大师亦会谅解。然后我便撞见那令我目眦欲裂的一幕。真的是巧合吗？我轻勾唇角，好，明日你为我安排。清流想让我轻装简行，但我偏偏带了大批家仆。既然是刻意引着我去撞破，那干脆闹得更大些。搅浑水，总能见到鱼。清流嘴巴张了又合，最终什么也没说。等到了慈恩寺，我带着浩浩荡荡的一行人，准备直接去赵银觉的小院。清柳面上一急，夫人，寺庙是清净之地，咱们人多嘈杂，怕是不好。我柔柔一笑，听见清柳的话了，你们个个都要眼明心亮，勿要扰了寺内师傅清修。走吧。清柳身子一颤，不再说话。赵银觉的院门这次倒是关上的，有小厮上前替我叩门，没有人应。我面露担忧，不会是侯爷出了什么差错吧？然后扬高语调，来人，把门给我撞开。10几个体格壮硕的家丁顶了上来，大门被撞得吱呀作响，很快便撞开。院里空无一人。我瞥向身旁的清柳，他同样神色茫然。家仆们面面相觑，我缓声道，侯爷大概。夫人找我。院外响起赵银觉独有的嘶哑声音。我回首望去，他一身白衣，极其素净，双眼蒙着一层白纱，大半面容连同那些可怖的疤痕也随之被遮住。我瞬间带上笑，侯爷这是去哪了？他避而不答，反问我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吩咐仆人将带来的衣物时送进去，且带了些您平常在府里用惯的东西。他们鱼贯而入，赵银觉朝那方向偏了偏头，像是一眼望过去。我心一跳，您的眼睛可感觉好些？他点着盲杖向院内探探路，才走进来，还是老样子。我上前扶住他，心中松了口气，随口说道，了清大师医术超绝，定能让侯爷重见光明，只是您身旁无人侍奉，且心中不安。那便来陪我一起住。我扶着他胳膊的手不自觉使了力。什么？赵银觉眉梢微挑。我说，你不放心的话，可以跟我一起住。我目光落在他双目的白纱上，过了会才道，是，侯爷。赵银觉只许我一人留下，我说要回府收拾些东西再来，他却说不必，命清流晚些送来。他们离开时，仗着赵银觉目不能视，我偷偷朝队尾的一人打了手势。就这样，我莫名其妙住进慈恩寺。从清柳为我准备的行囊夹层里，我如愿找到一张字条，上面写着阴符2字，下处画了枝柳树条。这便是我刚刚让人去查的事。赵银觉前世即使到最后，也没向我撕破他和长姐的关系。长姐身为闺阁女儿，亦不会拿清玉冒险。事情有变，清柳一定会向真正的主子复命。但会是阴府的谁呢？我骤然捏紧字条。你在干什么？赵银觉忽地出声。我本能地把纸条藏进掌心，但立刻反应过来他看不到。挑挑灯花罢了，可是有气味。字条被我用烛火点燃，直至燃成地上的灰烬。赵银觉道，无碍。侯爷。我刚想问怎么还不歇息，说一半就住了嘴。院中只有一间房。等赵银躺到我身边，那些被我压抑已久的厌恶、痛恨、怨怼顷刻间涌上心头。他呼吸渐趋平稳，我暗暗朝里挪动身子。赵银觉跟能听见我心中骂声似的，怎么还不睡？我盯着头顶的幔帐，烦躁到懒得应付，睡不着。忽然，赵银觉捉住我的手腕，顺着指尖缝隙扣住我的五指。睡吧。这一举动太过莫名其妙，以至于我没能反应过来，任由他握着我的手。直至过了很久，我也没有把手抽出来。就好像他不是那个毒死我和孩子的帝王，而是在月色下向我勾勒名山大川四世风景的夫君。我自嘲般弯了嘴角，殷同秀，你可真贱。第二日，赵银觉早早地出了门。我偷偷来到后山，许十七已经在那等我，他就是我找到的那把刀。昨日的字条也是他放的。我记得这一年江南有洪灾，因此派人提前去囤米粮，建善堂。大概是善有善报。我在去米铺的路上捡到了身受重伤的许十七。
他沉默寡言，身手极好，对自己的身份闭口不谈，只说我救他一命，愿意认我为主。我便将他藏进院里的粗使婢女中。他来是为告诉我，青柳除了当天去过阴府外，再无动静。我点头，继续盯好他。许17继续道：了清大师一向神出鬼没，暂时只能确定他是突然从蜀地回了长安。至于那个商队，他们的路引没问题，奴婢打听到他们往西域去了。难道这桩桩件件的不同，真的只是巧合？长姐呢？大小姐自打进了慈恩寺，深居简出，与侯爷并无瓜葛。又不同了。那杀了我的那个人呢？他还是同一个人吗？我眉心一跳。许17问我还有什么吩咐，我摇摇头，你先回去吧。但在他走前，我还是开了口，先前让你准备见血封喉的毒药，给我吧。这时我倒有些庆幸来了慈恩寺，僧人们端容肃穆，经文声不绝于耳，正方便我整理纷乱的思绪。行走间，一个虎头虎脑的小沙弥撞到我的腿上，他年纪很小，被我扶住后，像模像样的朝我行了合十礼。我心头一软，若那孩子生下来，大概也会这般可爱。我这才注意到，这院里全是些豆丁大的小沙弥，还有一位眉须皆白的大师坐在石凳上，他似乎看出我的诧异。他们都是孤儿，父母大多死于灾荒，从小被送进寺里。当今陛下刚愎自用，无才无德，民间灾荒不断，太多百姓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。虽然前世赵银爵是反君，但他举起反旗，天下无人不欢欣鼓舞。我再恨他，也不得不承认他会是个好的帝王。揭竿而起是善，镇杀发妻是恶，救万民于水火是善，害死亲子是恶。善人行恶事，恶人做善举。我听见自己茫然的声音，大师，何为善，何为恶？不要问我，问你自己。就在我陷入沉思时，那个令我心绪不宁的罪魁祸首从房内走了出来。侯爷，我低声惊呼。我转头看向大师，原来您是了清大师，失敬。俗名罢了。赵银爵自然地走到我身旁，大师，我与内子便先告辞了。了清大师颔首，他笑着对我说，问事不如先问心，施主慢走。在路上，赵银爵说，见我这几日食欲不振，请人送来了冰碗，等到家你便能用上。他语气平常。这一刻我动摇了，如果上天给我重来的机会，让我面对的是已经不同的一生，那有没有可能这一世的赵银爵也是不同的？他是无辜的、干净的，是我曾想厮守终老的少年郎。可惜他不是。冰碗放在竹篓里，冒着凉丝丝的冷气。我尝了一口，很好吃。另一碗被我递到他手边，侯爷。赵银爵说，你喜欢就好，明日我让他们继续送。好。但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心里掀起了怎样的惊涛骇浪。这冰碗里加的是羊乳，这辈子我没有告诉过别人我爱喝羊乳。原来你也回来了。我一夜无眠，默默攥紧挂在胸前的香囊，里面是许17给我的毒药，安静的像个死人。3月之期已经过半，昨晚下了一场暴雨，满池的莲花都谢了。我像往常一样将冰碗递到赵银爵手里，这次他没动。在一阵鬼一般默契的沉默后，他说，你就这么想让我死吗？赵银爵不再伪装，连声音都为之一变。我恨到极致，顾不得去想为什么那声音让我有种微妙的熟悉。是啊，我日日夜夜都盼着你死，我有哪里对不住你？纵使你和长姐定情在先，难道我和那个孩子就该死吗？前世今生，所有隐忍于心的痛苦愤懑被我一股脑地喊了出来。赵银爵双眼通红，什么孩子？1个时辰后，我见到了长姐，她美貌依旧，神情却满是倦怠，与前世我见她的最后一面，那妩媚妖娆的姿态截然不同。我对长姐的感情很复杂，她自小便是贵女典范，对家中的兄弟姊妹都极好。我恨她和赵银爵纠缠在一起，但也愧疚抢了她的姻缘。见到我时，她显然很惊讶。赵银爵，不，燕山道，同秀，自前世而来的人不止你我，还有你的长姐。本朝建立之初，曾有天师断言国将亡于将门双子，因此这本是喜事的双胎，
对将门却成了祸事。赵家先夫人当年瞒着所有人诞下双生子，弟弟被连夜送到江北，无名无姓，刚出生便取自燕山。若不是赵银爵在战场上失踪，他本该永不踏足长安。虽然是双生子，但两人面貌声音仍有细微差别。为掩饰身份，也为在陛下面前暂掩锋芒，燕山假装重伤，蒙面改声。娶我的人一直是他，但西北党项族野心勃勃，朝中无将可用，他不得不胡了卿大师演了场病好的戏。长姐这时找到了他，主动挑破他不是赵银爵。于是燕山说出真相，并且告诉他那些信笺都是兄长安排的，因此长姐才会说让他不必再送。他们只见过那一面，长姐与他说了些赵银爵的旧事。他们是最希望赵银爵活着的人，而他也确实活着。燕山攻进长安的前夕，被赵银爵的心腹刺杀。归来的赵银爵戴上黄金面具，于破晓时分攻占皇城。燕山逃到慈恩寺，重伤不醒，是长姐救下了他，将他交给了卿大师。但他自己却成为赵银爵宫中的禁脔，完全与世隔绝。长姐对赵银爵曲意逢迎，最后与伤好的燕山里应外合，除掉了他。然后两人便回到了3年之前，赵银爵刚刚失踪的时候。但等他们找到赵银爵，却发现这一世的他成了活死人。长姐念着昔日情谊，借口祈福留在慈恩寺，也是为了照顾他。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燕山已卸去韦氏，虽然是相似的五官，但与赵银爵的英气俊朗不同，他的眉眼轮廓更显精致。他合上眼，语气难掩酸涩。当时宫中盛传你是自枪而死，我以为你一直爱慕的是兄长，在发现我不是他后，才会一直装成他的样子。不，我是被他毒死的。怀着燕山的孩子，赵银爵怎能让我活？长姐更是泪流满面。阿秀，你受苦了。她欣慰地看着我和燕山，好在你们还有此生，能够圆满。长姐又看了眼躺在床上的赵银爵，至于我，会陪他一起慢慢赎罪。他与赵银爵十指交握，一只形如枯骨，一只润滑细腻。我弄清了前世今生的悲剧源头，本该心神一松，但这一幕却看得我背后生出凉意。回去的路上，燕山眼里似乎藏着千言万语，我在他羞赧的神色里尝到了几分劫后余生的欢愉。忽然我心念一动，你之前真没来过长安吗？当然偷偷来过，但只有一次。我提起精神，是什么时候？你去哪儿了？真正的燕山身上带着来自江外的少年气，大概7年前吧，我想见见亲娘长什么样，但在长安城里绕来绕去，最后迷了路，在一户人家的院墙上坐了好一会。你还记得是什么人家吗？这哪记得，就跟你们阴府差不多的园林亭台。不过我记得撞见个抱着猫哭的小姑娘，我本来想给她递块糖，身上没有，就折了一枝花。我接道。燕山满眼震惊，然后我们相视一笑。被说是一脸狐媚样的小姑娘，偷偷躲在假山后面哭。抬眼见到美得雌雄莫辨的少年遥遥递来花枝。原来一直都是你。对外宣称伤好后，燕山以赵银爵的身份回到朝堂。外族虎视眈眈，陛下倒也没有做得太绝，但皇后的千秋节上却出了大事。陛下面前的茶水被人投了毒，在场宫人连同所有官员及家眷都要接受太医院的检查。女医刚准备让我离开，突然又开口，夫人腰间的镂金香薰球，请借我一观。我自然取了下来。香薰球被女医用银签挑开，露出个极小的香囊。女医皱着眉嗅了嗅，而后将香囊用银针刺破，取了些里面的粉末化进水里。很久后，女医缓声道：无毒。香薰球是昨晚青柳洞的手脚，许是妻发现后第一时间拿住了它。这次我终于弄清楚谁才是他背后的人。燕山和我四目相对，心里都有了成算。等到慈恩寺，长姐果然在院内等着我们。她的眼神从我身上掠过，成王败寇，我无话可说。为什么？长姐眯起双眸，我也想知道为什么。分明我已经杀了你，为什么上天要重给你一次机会？虽然猜到上辈子我是死在长姐手里，但真从她口中听到
我仍觉得不可思议。他明明落败，却神情桀骜。我似乎今日才第一次见到真正的他。燕山不动神色地为我挡住长姐不善的眼神。天师批命，国将亡于双子，一语成谶。那你可知我的批命是什么？他缓缓道：贵不可言，我生来就该成为天下最尊贵的女人。赵银爵是我选中的人，但我押错了宝。他看向燕山，我知道你比你大哥强，可你心里只有阿秀，我想当皇后，便只能先杀了他。长姐愤慨道：棋差一招罢了，若不是你们重来一试，我根本不会输。我再也听不下去。长姐，天道有常，你同样有了重来的机会，但你彻底废了赵银爵，再次离间我和燕山，依旧想要害人。我忍不住道：这一事，你若能早些让他和赵银爵各归其位，即使记得一切，我也会选择放下仇恨，跟燕山回江北。你的贵不可言，本该能实现的。不，你骗我。我轻声道：那你便当我是骗你的吧。长姐，你杀过我，也救过燕山，种种恩怨，今日一笔勾销。我祝愿你手握权柄，贵不可言，但我希望你能记得立身为正这4个字是你教我的。离开慈恩寺很久后，我仍然闷闷不乐。燕山从山野里为我采了一大束野花，我揪着花叶，遥望着慈恩寺的方向。若是世道再给女子一条出路，长姐不会杀我的。女子身若浮萍，一生命运只能系于男人，长姐才会患得患失，将我视为敌人。我有些怅然。燕山，你说有没有什么地方，女子也能如男子般习文做官，疆场杀敌？我没听过这样的地方。燕山沉思，但若真的有，那里必定国力强盛，民生安乐。我不禁憧憬，会有吗？不等他回答，我便自己在心里念道：会有的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